洛星穿越的第一天，直接压死了一头狼。本想准备救治这头无辜的生物，没想到抬头一瞬间对上一双金色妖瞳。叶洛星面露惊喜，直接抛下白狼，气势汹汹朝着另一个生物奔去。下一秒，这只生物给叶洛星来了个大变活人，吓得他不小心擦枪走火，然后一脚踹开眼前的男人。可没想到男人并没有中枪，反而压着叶洛星喘着粗气说道：“雌性，我喜欢你，我们结为伴侣吧。”原本叶洛星是29世纪超自然特勤组的一员，这次接受组织任务，回到原始森林采集动物信息，以助生态毁坏的29世纪恢复生态链。谁知系统故障，直接把他空投到了这个地方。此时的叶洛星跪在一匹巨大的白狼身上，他小心翼翼地拍了拍白狼的脸：“狼兄，你可不能死啊！”他刚想救助这匹白狼，抬头间就与正对面一双金色的妖瞳对上。风和呆滞地盯着面前这个从天而降的雌性，好美的雌性，他从没有见过这么美的雌性，他是兽神派来的吗？叶洛星同样呆滞地瞪大瞳孔，他看着前方站在雪地里，歪着脑袋看他的3米大雪鸮，激动到心脏都快跳出胸腔，完全不给雪鸮逃跑的时间。叶洛星往前一个猛扑，将他扑倒在地，他胸前温热的绒毛撩得他皮肤痒痒的。叶洛星舒适地眯起眼，随手从随身空间里掏出个信息采集环扣在了他脖子上，同时甜甜笑道：“你是我的了，小雪鸮。”面对雌性忽然的表白，风和毛下的皮肤爆红，他喜欢我，雌性喜欢我，还有这种好事，真是兽神眷顾。今天和白狼部落的兽人打架果然是对的。我是你的。风和不停点头，发出鸟叫。叶洛星见雪鸮挣扎激烈，忙用双手按住他的翅膀，逼近道：“不要动，等我采集完信息，我就放了你。”他说完，雪鸮果然乖乖不动了。就在叶洛星尝试呼叫系统连接信息采集环时，雪鸮的一双翅膀缓缓圈住了他的腰。系统，你死了！叶洛星唤不出系统，右手伸向雪鸮脖颈的圆环，打算手动采集。谁知忽然间，身下的雪鸮一个翻身，将他压倒在地。叶洛星感觉到强大的压迫力，瞬间从空间里掏出了麻醉枪。他刚将枪口对准这只巨大的雪鸮，就看见了恐怖的一幕。只见面前巨大的雪鸮刹那化作人形，一个赤裸胸膛的美男子倒映在叶洛星的黑瞳中。男人俯身轻触叶洛星冰凉的唇，用似水般柔和的声音道：“我们结旅吧，雌性。”叶洛星吓得直接扣动了扳机。靠！妖精！叶洛星一脚将雪鸮踹飞出去，一个鲤鱼打挺，不带站稳，拔腿就跑。叶洛星还没跑出2步，就被后方一道强力压倒在地。只是下一秒，他就听到耳畔传来那道魔音：“雌性，你要去哪？森林很危险，放开我！”叶洛星激烈挣扎，风和没有松开他，正对着他问道：“雌性，你是兽神派来的吗？”“我是你大爷！”他口中呼出的热气喷洒在他脸上，叶洛星整个人都麻了。风和近距离看着这张精致的小脸，完全失了神。他控制不住的用指尖轻触他的脸颊，当即瞳孔放大，惊喜道：“雌性，你好软啊！我喜欢你，我要照顾你一辈子。”眼看着他欺身而下，叶洛星一膝盖顶向他两腿间，滚开！那一瞬，他听到一道痛呼声，接着面前的男人便消失了。他刚翻身坐起，一道声音贴着他耳畔后方响起：“小雌性，你毁了我的雄性象征，我们怎么生崽？”叶洛星全身汗毛倒竖，快速掏出一把M747长枪对准他的脑袋，防备的冷声质问道：“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？”见雌性问他的来历，风和顿时自信地挺直了半裸的身体，他用清亮悦耳的嗓音道：“我叫风和，是附近雪鸮部落的7阶雄兽人，是整个部落最强的勇士。雌性你呢？”雄兽人。叶洛星捕捉到一个重要词汇，消化着这些信息。“你叫什么？是哪个部落的？”风和再次朝他逼近。“别动！”叶洛星的声音充满警惕，他被逼退了一步，用长枪紧紧打他。握枪的手轻颤，心中忐忑的喃喃：“这到底是哪里？”“这里是吉川森林，隔着风暴平原就是我们雪鸮部落居住的山脉。”“雌性，你不是北地的族群吧？”风和对面前的雌性充满了好奇，轻嗅着他的味道。随着他努力的嗅闻，他的眉头刚不解地皱了2米，接着一双金瞳里迸发出兴奋的光，激动道：“雌性，你竟然没有其他伴侣！太好了，我将是你唯一的雄性。”风和觉得自己完全沉迷了，她漂亮又软乎，声音还好听，身上香香的，就算他已经有其他伴侣，他也一定要跟他结旅，还别说他现在独自遇见了他。刺骨的寒风拉回了叶洛星的神智，他本能地感觉到危险，他必须逃离这里。他看着眼前的男人试探问道：“你痛不痛？”见小雌性忽然问出这样一句话，风和不解地随他的视线朝自己胸口望去，在发现那只麻醉针后，他一把将它拔出，任由血液流淌。“小雌性，你是在关心我吗？我不痛，我是7阶雄兽，这些小东西伤不了我的。”叶洛星看着他野蛮的动作和他胸口不停流下的血，还有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正在愈合的伤口，整个人都傻了。他眼珠一转，收了面前的枪，抬手用2指勾了勾他道：“你过来。”叶洛星神色冷漠，动作却很具诱惑力。风和见他主动让他靠近，心中躁动不已，2步就来到了他面前，声音酥哑：“雌性，抱我。”叶洛星张开双臂向他索要拥抱，就这简单的动作，风和脑中嗡的一声便炸开了，他的脸颊绯红，身体滚烫，一把将叶洛星揽入怀中。“雌性，那我们现在就结。”他一句话还没说完，背后传来刺痛，叶洛星手中多了3根麻醉针，直直地注入了他体内。他还不信了，这剂量搞晕一头恐龙都够了，还搞不晕他。不过叶洛星很快就表情呆滞了，他看见风和疑惑地与他拉开几厘米的距离，眼中不解地问道：“雌性，你为什么老是抓我？”叶洛星嘴角抽搐，风和又把他搂紧了，俊颜上笑容迷人道：“你要是喜欢抓我，
你随便抓就是了，反正我是你的，我只是怕我皮肤太硬，伤了你的手。叶落心想骂又骂不出口，一时间一口气差点没上来。你没有什么不舒服吗？他努力平静自己的心，小心翼翼地问道。风和听他这么问，耳朵都红了，他将整个身体贴上他，俯身在他耳边低语道：是挺不舒服的，我想。听着他沙哑的声音，感受到下方的变化，一股寒意从叶落心脚底直窜头顶，他立马用力推着他道：好了，你闭嘴，别说了，放开。叶落心挣扎剧烈，他现在不安极了，甚至想将系统大卸8块。可是风和不仅没有松手，反而反应更强烈，他呼出的热气浓烈，他低哑道：小雌性，你别动了，我不会伤害你的，我信你个鬼，你的身体都快把老子烫化了。风和的手不安分，叶落心的神色也变得不对劲，他见挣扎无用，高举了枪托，想试着砸晕他，谁知道蓄力太猛，拉扯到了伤口，当即痛呼出声：雌性，你受伤了。风和担忧急切的声音传来，他抬起黏腻的手掌一看，才发现手上沾满了血迹，霎时脸色煞白。他忙松开叶落心，双手撕扯他的衣服道：快让我看看。叶落心见他撕扯自己的红色风衣，忙拍掉他的手，边整理衣着边往后退。你干嘛？别动我衣服。风和见叶落心不配合，直接上前一把将他抱起，温柔的诱控道：好，我不动你，但你要先跟我回部落看巫医。我不去。叶落心惊恐的瞪大瞳，慌忙拒绝，可任由他挣扎剧烈，也没能阻挡风和向前的步伐，并且下一秒，一片柔软霸道的落在他冰凉的唇上。风和用那双深邃的金瞳注视他，吻完后故作威胁道：你如果再乱动，我就扯你兽皮了。这句话果然管用，叶落心见他的爪子伸向他的衣领，立马安静不动了，但是左手却悄悄背到背后，从空间里掏出了烟雾弹。就在叶落心打算拉开烟雾弹的拉环时，他看见男人的身体摇摇晃晃，3秒后，风和直直的朝地上倒去，叶落心一个空中旋转平稳落地，他怔怔地看着这一幕，上前拍了拍这个男人的俊脸，见他没反应后，才僵硬起唇道：这麻醉剂的效果有点慢，再见了，漂亮的妖精。叶落心拿着长枪快速离开此地，他很是灵活地在森林中穿梭。很快，叶落心锁定了一个树木稀松的方向，还有一条半结冰的河流。他眼中欣喜，刚从树干上一跃而下，便脚下一滑，砰一声栽倒在雪里。我去你的！叶落心咬着后槽牙吐出这句，真是人倒霉了，喝凉水都塞牙。他呸出了一口血，从雪地里抬起头来，只是刚抬头，他便僵住不动了。只见前方河流上游方向，一群同样半裸的长腿美男正迈开大步朝这个方向走来，他们一脸轻松的正在谈论什么。风和这个家伙教训那些臭狼兽需要这么久吗？要是耽误了我给雌性送吃的，我可是会生气的。一头白毛的摩森走在前端，不满抱怨，满身皆是肌肉，身高2米的特莱环顾四周道：春季到了，最近出没的族群增多，估计风和跟他们争抢起来了。是啊，风和早就成年了，今年春季怎么也该找伴侣了吧？他不喜欢族中雌性，不过没多久就是北地霸主赛了，到时候很多族群的雌性都会去，风和肯定也会去的。雄兽人们你一言我一语，分析着风和晚归的原因。这时他们头顶上方一只巨大的雪橇在空中盘旋了几圈，俯冲下来，在众人面前化作人形道，还是没有看见风和，化雪将他的气味掩盖了。一群兽人的对话清晰传进叶落心耳中，听到那熟悉的名字，他不由放缓了呼吸，连身体慢慢肿起来都没空管，缓慢的往后挪动。算了，我们先回。特莱正准备接同伴的话，声音却戛然而止。他使劲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，眉头缓缓蹙起道：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？味道？什么味道？摩森跟着嗅闻，眼中的不满还未褪去。远处林子里的叶落心心中咯噔一下，不敢再动，但很快数双金灿灿的眸子齐刷刷朝这个方向扫来。摩森喃喃道：是血的味道，还有雌性的味道。特莱震惊接话，一把丢了肩上的猎物，朝这个方向跑来。他身后的队伍浩浩荡荡，叶落心看着这壮观的景象，再顾不得许多，慌忙爬起，转身就跑。只是刚迈出一步，就迎面撞上了一堵坚硬的人墙。风和熟悉悦耳的声线在他头顶响起：小雌性，你别跑了，我不是岩兽和异兽，我不会伤害你的。你刚刚不见了，我好担心，你一个人在森林太危险，你跟我回去吧，我会保护你的。风和将头靠在叶落心肩头，眼眸中全是担忧，生怕一松手，小雌性又不见了。叶落心诧异地望着抬起头的风和道：你醒得也太快了吧。风和正想说话，却在看见他现在的模样后怔住了。雌性。风和的话还没说出口，河流方向的雄兽人们已经到了近前，他们个个震惊地盯着这一幕，眼中是掩不住的激动与兴奋。特莱第一个开口道：风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认识这个雌性？摩森第二个开口道：这小雌性哪里来的？我怎么从没有见过？雄兽们欣喜地争抢开口，一个比一个躁动，恨不得凑到叶落心面前。可是风和紧紧抱着他，他们只能看着他的背影，不停地探头。风和看见族人们觊觎的目光，越加搂紧了叶落心，眼神警告地宣示主权道：他是我在森林里捡到的，我会成为他的伴侣，你们不许打他主意。捡到的？太好了，我们部落又多了一个雌性。摩森惊呼道：风和，虽然你是最强者，但雌性的伴侣不是你说了算。特莱却回对他，不待更多雄兽人开口，风和亮出利爪，周身布满煞气，他们瞬间闭了嘴。这时叶落心却猛地推开风和道：我说过我不会跟你回去的。他说完侧身就走，刚刚还处于对立中的雄兽们顿时一拥而上，将他团团围住，齐声道：雌性，你不能。他们的话才说了一半便停住了，所有雄兽人表情呆滞地盯着这个雌性的容颜，四周安静了半晌，直到叶落心不耐烦地打算动手时，摩森诧异结巴的声音才响起：他怎么长得这么丑？摩森看着面前这个全身浮肿、皮肤乌黑的雌性，眼中不由
自主地露出嫌弃，但出于对雌性的尊重，还是吞下了后面那3个字。克莱等熊兽人的眉头同样拧作一团，先前的热情与兴奋仿佛被冰川浇灭，他们从未见过这么丑的雌性兽人。叶洛星清晰捕捉到了他们眼中的失望，他早已察觉自己的身体不对劲了，抬起双手一看，果然发现又肿又黑。他的视线扫过刚刚他跌倒的地面，发现那里有一株紫黑色的草已经被他压，雪地上留下一滩怪异的液体，看来他是中毒了。不过他们的表情用得着这么夸张吗？叶洛星用双手摸上自己的脸，刚触碰到，脸一垮，心道：完蛋，成猪头了。风和关心的声音在他后方响起：雌性，你现在不仅受了伤，还中了毒，如果不及时救治的话，你会死掉的。我知道巫医那里有解药，你可真是执着。叶洛星轻蹙眉头，转头看向他，其实已心生担忧。风和凑近他继续道：春日的森林中不仅有岩兽和异兽，虫族和巨兽也会常常出没，如果你被抓住，他们会吃掉你或者强行与你结旅，不会遵从你的意愿。风和一直向他讲述森林的危险。叶洛星远眺茫茫大山，确实明白原始世界的各种风险，他甚至能察觉到自己一路走来不止悟出了一种毒草，他已经有失血过多的感觉了。此时的叶洛星的身体随风摇晃，风和赶忙扶住他，而四周的熊兽人见他受伤，也不由露出担忧的表情。但叶洛星短暂思索过后，还是打算抬步离开。雌性，这时围了他一圈的熊兽人忽然齐齐俯身，右手握拳放于胸前，整齐道：风和说的对，你得跟我们走。叶洛星见这场景，正在原地再次与风和对视上时，就见他那双金瞳无比坚定。从短暂的接触中，叶洛星察觉到雌性在这里地位似乎不寻常，而现在如果他不跟他们走的话，风和极可能会强行带他走。最终想到自己的伤口不能再多耽搁，叶洛星朝风和伸出了手道：好吧。风和顿时展露笑颜，一把牵住他的手：我们现在就回部落，雌性你坐好了。他将叶洛星放到背上，同时迅速变成一只巨大的雪橇，冲上了万丈高空，忽然离开地面。叶洛星惊了一下，下一秒立马抓紧了风和背上的毛。他看见后方数十只雪橇带上猎物飞上高空，他们在寒风中紧跟上前方的风和，一行猛禽浩浩荡荡地霸占了这片天空。小雌性，我们到家了。风和将猎物甩进洞内，化作人形，抱着叶洛星跳入洞中，将他轻轻地放在窝上道：雌性，你先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找巫医。好。叶洛星轻应，看着前方袒露胸膛的男人，刻意上抬了视线。见风和很快消失在洞中，叶洛星不爽中扯动伤口，看到自己肿得跟馒头一样的手，真是哭都哭不出来。他从随身空间中拿出药箱，轻轻脱下外衣，开始给自己擦手臂上的伤口。只是他才刚开始，洞口处风和就已经回来了。他手中抱着兽皮包裹的草药，几步走进来，着急忙慌道：雌性，巫医被族人护送去远处采药了，我拿了解毒的药过来。风和刚走近，他就看见他身上那纵横交错的伤口，眼中的悲伤似乎要溢出，担忧内疚极了。雌性，你竟然伤得这么严重，都怪我不好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是我自己弄的。他看着风和手中兽皮里冒头的几株草药，眼前一亮，像是看见了熟悉的东西，拿起其中一株嗅闻查看，在确定是什么后，他高兴道：见血清，你们这里竟然也有这个，看来你说的能解毒的草药还挺靠谱的。叶洛星将见血清放回，继续嗅闻其他几株草药。风和惊讶地看着他的举动：雌性，你竟然认识草药？我叫叶洛星，你别一口一个雌性了。风和先是怔了一下，反应过来他愿意告诉他名字后，一张立体深邃的容颜上扬起迷人的笑，眼睛都变成了星星。好的，那我以后就叫你洛星。你可以帮我上药吗？后背我够不着。风和忙不停地点头，当然可以，你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叶洛星半褪了衣服，而风和见他自然的举动，先是怔了一下，才坐到了他背后。叶洛星将自己的药拿起，用我的水状的清洗伤口，其他的擦在伤口上。风和疑惑地接过，这是什么？叶洛星回头正要接他的话，却不小心触及他因坐姿呈现的不雅观景象，再加上他胸膛离得太近，他立马回过头，把自己的风衣扔在了他身上道：你把兽皮穿好。风和见他的举动，笑看着他，冒出一句惊人的话道：你是我喜欢的雌性，我整个人都是你的，只要是你，别说看了，随便摸都可以。他一句话给叶洛星干不会了。他沉着脸看向他，坦诚地明了：我们刚认识，怎么就你是我的了？风和用食指点了点他脖子上的银环道：可是你说喜欢我，还标记了我，刚好我也喜欢你，所以我就是你的。叶洛星正想反驳，他看见风和微扬起头，自信地展示他脖间的信息采集器。他忽然就想到了什么，等等，不会吧？这个在兽世不会是什么暧昧的意思吧？风和就双手撑在他两侧，逼近了他，用温柔又诡异的语气道：你占有了我，还想不负责任？我是不会让你跑掉的，洛星，你干嘛？叶洛星用右手挡在两人中间，紧张地往旁边挪了挪。风和圈住他，笑容温柔道：你放心，我会等你伤好后再跟你结旅。叶洛星蹙眉看着面前这个漂亮的熊兽人，想着有伤在身，现在不易与他撕破脸。好了，先上药吧，这些东西真的有用吗？风和不放心地嗅了嗅手中的酒精和药膏，一股刺鼻的味道钻进鼻腔，他并没有立即给叶洛星涂抹。叶洛星为避免麻烦，随口解释道：这是我们部落的巫医开的药，你只管用便是。听他这么说，风和犹豫后开口：好吧。他按叶洛星教的，用棉球蘸了酒精帮他清洗伤口，
见他身体微颤，风和的动作越加小心翼翼。他不忍心道：“洛星，有点痛，你要忍不住就咬我。”叶洛星轻应。风和的动作和声音都很温柔，有那么一瞬，他对这个原始兽人的印象有所改观。或许他没有他想的那么野蛮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给他上完药，并辅助他缠好绷带。叶洛星趁此问了一句道：“在你们这里，熊兽人脖子上的东西代表什么？”听他忽然问出这么一句，风和度怔住。雌性你很少出巢穴吗？怎么连这个都不懂？风和表露出惊讶。他想起叶洛星原本美丽的模样，能理解他被族人保护得很好，但连这个都不懂。风和不由猜测他是否刚成年，或者说他是王族的雌兽，所以才被养得这般娇弱纯洁。想到此，风和默默下定了决心，不管他曾经是哪里的兽人，既然他遇见他了，他一定要成为他的伴侣。洛星，风和忽然抓起他的手，放在他脖子上的银环上。因为雌性与雄性脖间的构造不同，所以雄性的喉结又称雄兽的第二个雄性象征。除了自己喜欢的雌性外，是不能随便展示给雌兽看的，而且雌兽人也不能随便摸雄兽的这。你将它赠予我，证明我就是你的了。风和无比认真地向他解释，而叶洛星感觉整个人都魔幻了。他悄悄用手指摸索着信息采集器的开关，尴尬起唇道：“原来是这样，可我先前确实不知道这个意思，所以只要我娶了她，就可以不算数的吧？”叶洛星说完，快速按下开关，却发现信息采集器没有脱落。他惊了，忙想将他一把扯下，却不想风和一把抓住他欲图不轨的手，声音微冷道：“不行，你不懂我可以解释给你听，但我身上有了你的气味，你不要我这辈子都找不到伴侣了，不至于这么夸张吧？”叶洛星慢慢抽出手，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武力值也这么高，还是部落的第一勇士，就算我们不结侣，还是会有雌性喜欢你的。叶洛星尽量用他能听懂的话语道，风和却紧紧按住他。既然我这么好，那你为什么不喜欢我？叶洛星面对他的灵魂提问，一时被他噎得接不上话。这家伙不是原始人吗？脑筋转得这么快。喜欢这件事，不是你优秀，我就要喜欢你的。他是一种复杂的情感，就像叶洛星真不知道怎么跟他解释。要不是现在受了伤，异能也被封了，真的好想揍他一顿。我不管，我就是你的，你如果不要我就从山顶跳下去。叶洛星听着他威胁的话，表情僵住。过了2秒，他迟疑开口：“可是你是飞兽，会飞跳下去也死不了吧？”风和高昂起头，站起身，他一把拿起那些草药朝洞外走去。我去把草药碾碎，顺便给你弄些吃的。叶洛星看着他飞出洞穴，才松了口气，在脑中呼唤系统道：“信息采集环怎么取不下来了？”月上的机械声在他脑中响起。时光机故障时，空间里许多东西都被损坏，信息采集器目前仅剩7个，且启合开关出现故障，不能正常使用。若强行取下，将进一步损坏它的功能。信息采集完成后，有几率自动脱落。什么？仅剩7个？我们当时可是带了1万个。叶洛星激动地从窝上蹦起，他感觉有些崩溃。只剩7个，我们怎么完成采集任务？怎么回去？月上静默了2秒道：“您的空间里还停着一艘能收集乘客信息的飞艇，或许能够派上用场。您可以。”月上的声音戛然而止。叶洛星正在气头上，就看见风和从洞口飞了回来。他把一兽皮的草药渣递给他：“你吃了吧，吃了毒就久了。你怎么这么快？”叶洛星蹙眉问：“他出去还没有3分钟吧？我只是在这些事上快，在某些事上可不快。”风和小声嘟囔道，看样子还在生叶洛星的气，整个人气鼓。别扭极了，你说啥？叶洛星现在心情也不好，可没空回他。这回换风和因他一句话，半晌接不上话。他见他现在还凶他，更不高兴了，把草药放到他手上，就坐到一边用爪子切肉了。叶洛星垂手看着手上的药渣，又看向风和脖间的信息采集环，最后视线落在他那张极漂亮的脸上，叹了口气，无奈坐在了他旁边。他啪地打了自己的手一下，叫你手欠。他刚打完，清脆的声音传到旁侧风和的耳朵，他顿时把手中的肉放到一旁，担忧地牵起他的手，焦急又自责的道：“是我错了，对不起，你别打自己了。你想打就打我吧，我不会勉强你。”最后那一句，风和的语气像极了一个委屈的小夫郎。叶洛星刚想抽回手，看见他这副模样，竟有些不忍心了。完了，差点忘了，他对太漂亮的东西没有抵抗力。好了，叶洛星轻拍他的肩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，就是我刚刚手痒而已。风和的金瞳猛地抬起看着他，那我给你挠挠。下一秒，他用手指轻轻地挠着他的手背，他的指尖挠得他手背痒痒的，搞得他心也痒痒的。意识到自己被他轻易蛊惑了，叶洛星猛地一把抽回手，局促道：“好了，我吃药了。”叶洛星抓起一把药拿到嘴边，但看着这堆颜色各异的东西，里面还有他不认识的草药，他转回手确认：“干嚼吗？你确定没毒吗？”“我确定，我以前中过紫黑花的毒，我就是吃的这个。这味药还是我告诉巫医的呢。”风和一脸自信。叶洛星见他都这么说了，一咬牙把药渣都倒入口中，他把药硬噎了下去。旁侧风和忙递来水，快喝口水。叶洛星正想接过，看着那装在一节空兽骨里的水，还是摆了摆手道：“算了，不用了。”咽下这口药，他感觉他整个人都不好了。他知道这里环境有限，想得到炮制好的草药是不可能了，这样生嚼了，但愿能有点用。至于生水就算了，他们这里的水里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怪东西和寄生虫。虽然他也驯食，也什么都吃，什么都喝，身体一向好，但这里毕竟是兽市，还是不要冒险，毕竟真出了事，打120都没用。洛星，你吃完药就吃些东西吧，你看起来太瘦小了。风和见他吃完药，把那2只剥了皮，还切成块的驴鼠肉递给了他。叶洛星垂手看着干净兽皮里包裹着的生肉，那肉仿佛还滴着血，他当即就抽出了嘴角，不敢置信地看向风和：“帅哥，生吃鼠肉啊？”
你不吃生的吗？风和还没有追求过雌性，母兽和父兽又走得早，所以很多照顾雌性的事情他都不明白。但风和很快想起部落里生病的雌性和体弱的老兽都是不吃生食的，于是他立马站起身道：“对不起洛星，是我太不细心了，我这就去借火种给你烤肉。”不用了，我有吃的。他早已从空间里掏出了一个肉罐头，伴着瓶装矿泉水试喝了起来。风和回首看见这一幕，他先是露出疑惑的表情，这些东西先前是放哪里的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反正是我随身带着的。叶洛星当然不会给他解释空间的事，风和也没有继续逼问，只是看了眼他手中的东西。你平时就吃这点东西吗？难怪这么瘦小。不行，既然现在我是你的伴侣，我就必须让你吃到最新鲜的猎物，我吃这些就够了。再说我哪里瘦小了？要知道他1.76米的个子，身形虽不如兽人健硕，但也是正经军事学校出来的，他可是也有肌肉和马甲线的好吧？风和顺着他的视线仔细观察他，随后抬头问出一句道：“洛星，你是什么族群的？”叶洛星怔了一下，看向他快速回复：“兔族的。”他生肖属兔，说是兔族也没问题。风和听到他的种族才放下心，知道兔族天生小巧。不过他很快想起什么，盯着他诧异道：“怪不得你先前那么怕我。洛星，我们雪橇族虽然捕食野兔，但是我们不会捕食兽人，还别说你是雌性，我是不会伤到你的。你如果害怕，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吃兔子。”听到风和忽然认真的述说，叶洛星拿勺子的手僵在嘴边，他一边在脑海中快速搜寻雪橇的习性，一边在心中默默的给自己点了一炷香。靠，差点忘了兔子在他们食谱上编个什么物种不好，幸好他们不吃兽人。叶洛星僵硬的将一勺子肉塞进嘴里，嚼巴了几下咽了下去。你们部落共有多少兽人？我们雪橇部落共495个兽人，其中雌兽20，雄兽475，是附近领地中兽人数量中等的飞兽部落，是最强的飞兽部落。风和坦诚回答。听到他口中的信息，叶洛星更是惊了。雌兽20个。风和骄傲点头，是的，正因为我们雪橇部落很强，所以才有这么多雌兽，大多数的部落可没有这么多。哪里多了？将近25:1的比例了，这还多吗？叶洛星震惊不已，他终于明白雌性在这里扮演的身份和地位了。他忽然想起什么，又问道：“你们这里还有火种？”风和更骄傲的点头：“有的，虽然我们远离兽城，但是北地的各大部落都有保留火种，即使是冬天过去，我们在约定的禁猎区也有火种保留。”叶洛星点了点头，他们会用火，看来也还行。不过他又捕捉到了一个词，继续问：“兽城是在哪边？”风和诧异：“洛星，你不知道兽城吗？兽城可远了，这一路上很危险，一般没有重要的事，雌性们不会前往。”风和听出叶洛星话中的不解，他心中不由庆幸，如果洛星不是兽王族和贵族的雌兽，那么他愿意留下的可能就更大。叶洛星听出他有故意吓唬他的成分，还想继续问问有关岩兽与异兽的事，而就在这时，洞口处一抹阴影笼罩下来。摩森在洞口怔了2秒，才开口道：“风和，首领叫你过去。”风和见摩森的到来，大概猜到是因为什么，于是转回头，一把抱住叶洛星，在他耳边温柔道：“我一会儿就回来，等我洛星。”被他忽然揽入怀中，叶洛星都没反应过来。而洞口，摩森看见这一幕，不由蹙眉，眼中的嫌弃溢出眼眶。直到风和朝洞口走来，摩森才迅速变成一只雪橇飞走了。叶洛星看到他们走后，才慢慢起身朝着洞外走去。他探出头看了看这个洞穴离山顶的距离，他眼神一暗，按出手环中的刃线，定入高处的山顶。1个跃起，在到达高处时，又按出第2根刃线，2次重复，成功登上了山顶。飞艇的功能正常吗？叶洛星询问系统。月上认真回复：“一切正常，可以随时启用。”这时右边的天空中忽然飞来几只雪橇，它们在天空中盘旋了半圈，最后视线锁定在叶洛星身上，朝他俯冲下来，仅5秒不到，就在他面前化成了人形。海娜2步靠近叶洛星，一把揪起他的衣领道：“你就是风和带回来的雌性。”他狭长的眼上下打量他，嫌弃道：“丑八怪，风和是捕猎被狼咬瞎了吧？看上你什么？”海娜一把丢开叶洛星，先前脸上不满的情绪已转为不屑，连情绪都平静了许多。“你是谁？”叶洛星没计较他的无礼，平静问道。海娜冷扫了他一眼：“我叫海娜，是雪橇部落的5星雌兽。”海娜背后的几个雄兽人也已经打量完叶洛星，他们因为叶洛星丑陋的容貌深深蹙眉，但因为对面的兽人是雌性，其中最强的杰西还是上前主动问道：“新雌性，你是什么星阶的雌兽？怎么遇见风和的？”“我没有必要回答你们吧？”叶洛星不解他们口中星阶的意思，难道也跟武力值有关？杰西被他回怼，也不好意思再问，退回了原位。倒是海娜冷哼一声，逼近道：“我看你瘦不拉几的，也不像什么高星雌兽，我警告你，离风和远一点，他是我先看上的，就是我的。”叶洛星扬唇一笑，挑眉看向他：“如果我说不呢？”他故意挑衅的语气与动作，让海娜心中的怒意再次升腾。“那我就揍扁你！”叶洛星看了海娜一眼，突然一把抓住海娜的手，在海娜愣着时，盯着她的双眼，表露真诚道：“姐姐，你的眼睛真有神，像是阳光下的宝石，晶莹剔透，又像是充满神奇的魔力，令人神往。我喜欢你。”面对叶洛星忽然的举动和表白，海娜彻底僵在了原地，与他真诚的双眸对视间，海娜的神色变得不太自然，随后像是反应过来，一把抽出自己的手，故作凶狠却结巴的对叶洛星道：“
你少来这套，我一定会把风和抢回来的。好的，姐姐，我等你。叶洛星的笑容依旧灿烂。海娜冷冷转身化作一只雪橇，朝天空中飞去。剩下的杰西等4人诧异的扫了叶洛星一眼，也跟着快速离去。此时的风和回到自己的洞穴时，叶洛星早已经回来了。洛星，你的伤口还在痛吗？还好。叶洛星侧手看向他，风和自然的坐在他旁边，将他揽入怀中道：我们这里有点冷，你受了伤不能受寒，我搂着你睡一会儿吧。可现在还早啊。叶洛星看着洞口洒进来的阳光，不着痕迹的离开他的怀抱。他确实有点冷，但他和他才刚认识，靠这么近不合适。风和看出他的抵触，没再捞回他，只是随他扫了眼外面的天色，疑惑道：现在已经黄昏了，虽然你们兔族的捕猎时间跟我们不太一样，但也不早吧？黄昏？叶洛星诧异反问，起身朝洞口走去。他看着高空中悬挂的太阳，他确认自己没有看错。难道？风和也看出不对劲，忽然惊讶问道：洛星，你是中心大陆的族群，那边那么远，你是怎么到这里的？听着风和惊疑的语气，叶洛星像是断定了自己的猜测，他脱口咬出3字：是极昼。你们雪橇是夜行动物吧？叶洛星转向他问，他记得雪橇是猫头鹰的一种，我们北地没有这样的条件，只有极夜与极昼，而且因为我们是兽人，所以我们的活动时间会尽量与其他族群同步，这样可以更好的捕猎与抵抗外敌。你们是独行的族群？叶洛星继续问，他迫切想知道兽人与野兽的区别。非兽人的雪橇一般是独居或以家庭为主，他们通常在苔原岩石大屋。所有兽人无论族群基本都是群居，且会在相对安全的地方居住。风和继续耐心地为叶洛星讲述。叶洛星短暂思考后，在脑中询问月上道：我可以采集兽食野兽的资料作为任务目标吗？不建议。月上很快回复：1. 您的信息采集器不够了，而飞艇只能采集人的信息。2. 兽食的野兽面对的危险太多，而采集时间太长，您的努力可能白费。3. 兽人的资料更适合作为飞艇的原料。行吧，当他白说。这时旁侧的风和看着发呆的他，不由主动问道：洛星，你还想问什么吗？叶洛星缓慢落坐在石床边，沉眸思索了一会儿，随后他笑着抬眸询问道：风和，海娜是你们部落里很强的雌兽人吗？风和第一次听他叫他的名字，不由怔住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还红了脸。随之反应过来后，他表情不自然，语气却又急切道：你见过海娜吗？叶洛星应声，没有过多的解释。风和熟练的半蹲于他面前，很是关心道：他没有对你做什么吧？海娜是5星的雌兽，除了首领与首领的雌崽子外，她是我们部落最强的雌兽人，而且是雪橇部落最美的雌兽人。除了我们部落的雄兽，周边许多部落的高阶雄兽都喜欢她。这样简单了解后，叶洛星算是对海娜有了个基础的认知。不过他对风和口中表露出的前2个信息有些疑惑和诧异。星阶是什么？类似于雄兽的等阶吗？而风和却因他的问题瞪大了头，满脸惊讶地望着他。因他这突兀的目光，叶洛星也怔住了，感觉他好像在看傻子。怎么了？洛星？风和的目光与语气都很是复杂。最后他忽然一把将他抱住，贴着他耳畔亲昵：你放心，我认定了你，就算你没有星阶，我也不会抛弃你的。什么意思？叶洛星忽然意识到星阶对雌性似乎十分重要。面对眼前温柔的雄兽，感受着他温热的体温，叶洛星有片刻的失神。他这次任由他紧紧抱着，他虽然不懂星阶的意思，但他似乎能感觉到他刚刚说出那句话用了多大的决心。而特莱刚进洞穴就看见了这一幕，他表情僵了下，以为自己来的不是时候，但还是开口打断风和道：首领让我把你今天捕的猎物送来，他说你现在要照顾雌性，以后捕到的猎物可以不用分，还让我带了些雌性喜欢的果子送来。此时风和松开叶洛星，随他朝洞口看去，背着叶洛星，他的脸色沉了下来。我知道了，你可以离开了。特莱虽然向来理智，但还是不满风和的态度。风和，新雌性不是属于你一个雄兽的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你再说一遍。风和的声音已经沉得可怕，对面特莱的脸色肉眼可见的变了。叶洛星注意到两兽之间的锋芒，同样不喜欢洞口那位雄兽人的话，于是他冷漠开口道：我不属于你们任何雄兽，我只是我。特莱的视线移向他盯着叶洛星那张肿胀丑陋的脸。本来特莱因为部落好不容易来了个新雌性，对他还算客气，但现在见他这样，眼底也不由划过嫌弃。他冷漠转身离去道：随你们吧。而叶洛星的眼神一向比很多人认人，他的视线扫过洞口那堆食物，随之看向风和，认真问道：我没有星阶，也这般丑陋，你还是打算追求我吗？风和与他对望时，目光依旧温柔如水，他轻轻牵起他的手，真诚回答：雄兽一旦认定了雌性，就会一辈子忠诚。初见时我认定了你，所以这之后无论你变成什么样，我都会永远追随你。叶洛星面对如此纯洁的情感，一时竟不知如何回复才好。他翻身上了窝，平静地朝里睡下。不早了，睡觉吧，我有些累了。风和见他安静地睡在他的窝上，高兴地笑了：好，我守着你。风和爬上窝，轻轻地搂住叶洛星的腰，听着他平稳的呼吸声，扬着唇久久没睡着觉。现在报时，早上6点整，系统乐上的声音清晰响起。叶洛星缓慢睁开迷蒙的眼，感觉到有什么东西禁锢着自己。他一秒恢复清醒，一脚踹向左侧，并同时移向了里端。谁？洛星，你醒了。巨大的鸟头正对着他。
风和温柔的声音响起。我去。叶落星吓白了一张脸，感受到脚底温热的绒毛，密密麻麻的不适感涌遍他的全身。眼前的鸟实在太过巨大，叶落星足足与那双金瞳对视了3秒，才缓慢回过了神来。风和快速变回人形，担忧的凑近他道：“怎么了？”叶落星语气从慌乱逐渐归为平静道：“没事，你这样抱着我睡了一晚上。”风和诚实点头：“是的，你昨晚冷得直发抖，我就抱着你睡了。”听他这样说，叶落星竟不知说什么好了。风和看出他的想法，贴近他耳畔低声道：“放心吧，我说过你伤好前，我不会动你的。”叶落星远离他，说话就说话，别贴这么近。风和一双笑眼迷人，也不再继续靠近。落星，你的伤好像已经好多了。叶落星抬起手看了看，发现身上的浮肿已经消了，明显感觉到自己的状态比昨天好了很多。落星，你饿了吧？我给你烤了肉，一起来吃点吧。风和同样高兴道。烤肉，一股浓烈的香味飘进叶落星鼻尖，火堆上方架着几串肉串，似乎已经烤了许久，滋滋的往外冒着油，看起来还挺有食欲的。叶落星的肚子叫了叫：“你什么时候起来的？”叶落星转向他疑惑问道：“凌晨的时候，兽人很少弯弯绕绕。”风和听他肚子叫，更是急切的催促道：“我专门去向老兽人请教了怎么烤肉，你快尝尝味道怎么样？不喜欢我就重新给你烤。”见他这么早起来，就为了给他烤肉，叶落星眼底划过微光。他走下石床，来到火堆前的石头上坐下，拿起一根肉串看了看，咬下一口，醇香的肉汁在他嘴里爆开。虽然有一股腥味弥漫，但这味道对于他来说已经很不错了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风和早已经蹲在了他旁边，满脸期待地望着他。叶落星继续咬下第2口，毫不吝啬地夸赞道：“味道很好，比我烤的好吃多了。”他说的是实话，不加调料能烤成这样，确实比他强。毕竟他在野外执行任务时，就算生肉，他可能都会下嘴的。真的吗？那我以后天天给你烤。风和得到他的认可，高兴极了。他忽然想起什么，凝眉诧异地盯着他道：“你不是兔子吧？”叶落星嚼肉的嘴僵住，完了，差点忘了，他是兔族的事了。兔子好像只吃素吧？叶落星正想着怎么解释，却见风和猛地凑近他：“我知道了，你的第2兽形是食肉兽吧？你父兽是哪个族群的？”风和已经给他找好了理由，期待着他的回答，但叶落星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，犹豫了几秒，僵硬问道：“第2兽形？”见叶落星又露出那迷茫的表情，风和都震惊了。他再一次猜测他先前生活在哪里，以至于他连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都不知道。兽人都有2种形态，第1兽形就是变成兽之后的形态，是继承母兽的；而第2兽形是变回兽人后可能拥有的部分兽人能力，是继承父兽的。比如你和我结侣后生下了崽子，崽子的兽形就是兔子，而崽子变成兽人后可能会拥有我锋利的爪子或者可远视的金瞳。风和耐心地为他解释，而叶落星听到这神奇的基因变化，眼中充满了兴趣。兽氏不仅没有生殖隔离，竟然还可以开盲盒，厉害了！所以食肉兽和食草兽结合后，崽子既可以吃肉也可以吃素。是的，落星，所以你第2兽形是什么？风和再次询问。叶落星假装思考后回复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风和教他道：“你试试看能不能幻化出爪子什么的。”我不能，谢谢。不过他还是假装努力试了下。最后风和看着他以失败告终，有些遗憾，因为这样的话他就不知道落星喜欢吃什么肉了。了解了。叶落星喃喃道：“那跟我生仔真是委屈了。”为什么这么说？风和不解，他双手抓着叶落星道：“兽人跟野兽不一样，兽人有等阶，只要等阶高，就算是素食兽也会很强。再说一窝兔崽子多可爱啊！”见他那么真诚地说出兔崽子3个字，叶落星都不好意思说他在骂人。不过他说的可惜可不是这个，而是他根本就没有兽形。真跟兽人结侣的话，真是浪费他们基因。叶落星没有再跟他继续聊这个话题，他把剩下的烤串都吃了。而在他吃完后，风和又马上给他递来果子，这是诚心果，你兽形是兔子，肯定喜欢吃，你尝尝。风和很是热情，叶落星礼貌接过果子咬了一口，果汁流淌在嘴里，清香四溢，确实很脆很甜，很好吃。谢谢，你不用跟我说谢谢，我照顾你是应该的。见他高兴，他就高兴。不过风和想起什么，又苦恼起来。这是族人去很远的地方摘的，来去要大半天的时间。你现在受了伤，我不放心把你一个人留在洞穴，等你伤好后，我就亲自去给你采摘。忽然捕捉到风和话中的重要信息，想起他还要试用飞艇，于是叶落星的心中有了计划。他吃完手中的果子，看向风和道：“你可以今天去给我摘吗？”风和愣了下，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向他提出请求。但是落星，你很喜欢吃吗？风和认真问道。很喜欢。叶落星点头回答。那好，我去给你摘。风和答应的干脆，没有找任何借口。正因为他答应的这么干脆，让叶落星的心跳不由加快了一拍。